些山寨币即将暴涨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在 Bybit 上面目前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仓位价值的比特币多单。那以太坊呢，也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收益的部分啊，以太坊是有明显的增加的。目前把两者相加呢，总和已经来到了430万的台币。然后如果扣掉资金费率的话，也会很接近420万的台币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收益不错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500美金一个礼拜，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，并且可以直接提币走，因为这真的是现金啊，这不是体验金。那 BigGet 你只要入金100U， 有一定的交易量，就送你100U 的体验金。好，我们回到盘面上吧。那要讲山寨之前呢，我们就必须先从山寨之王以太坊开始说起。我们在突破了前面的高点之后呢，下方的整个三角形啊被突破之后，其实我们再往下看，就是可以看到，比如说2550左右的这个区间呢，第一个是2250左右呢，它是前面箱体的下缘，这个没问题啊，就是实体部分的下缘。再来，我们可以打开一下 VPVR， 打开 VPVR 之后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下方从2100，就是我们突破的位置，然后一直到上方2550左右呢，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真空区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区块呢，它筹码是呈现分布是比较松散，然后比较少的。那么我们在突破这个区域的时候，就会走得很快，或者说应该要走得很快。那如果没有走得很快的话，就代表它很弱势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说说我们这一波上涨以太坊它预期的目标价位吧。当然有比较保守的跟比较激进的。首先我们可以从比特币，然后来去研究一下相对的价位。首先呢，如果这边比特币在持续上涨的话，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挑战到49000到5万左右的这个位置啊。我认为我们下一步就在这里啊，45000的下一步就是49000、5万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其实相同的相对位置是我们第一波下跌之后反弹的高点，第一波下跌反弹的高点。那如果我们对应在比特币，对应在以太坊身上的话呢，我会认为是大概在3500。那当然，如果说3500的话，其实这个价位还是挺乐观的哦。如果说我们稍微保守一点的话，我觉得看到3100的位置是不为过的。如果说比特币真能回到5万、49000左右的话，我认为以太坊来到相对的价位，大概3000、3100左右，并不为过。好，那我们再把级别切小一点哦。日线的话还好，就是持续的上涨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最近以太坊呢有稍微变得强势一些些，那这会不会是转捩点呢？我们就擦亮眼睛继续看下去。那我们再看到4小时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观察，其实现在走出了一个上升通道。我认为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上升通道。首先呢，我们下面两个点呢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给这样连起来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我们现在上下边界呢，它都是有接触点的。那其实我们之前呢，也有发现过一个通道，在比特币身上也有发现过一个通道。你可以看这个通道，我认为它上下都有接触点，我认为这是有效的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往上突破的话，或许就是以太坊走得更强势的开始。那当然也需要比特币做配合，毕竟比特币跟以太坊的走势呢，还是会相互契合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我们在之前比特币的盘面身上呢，也是从一个很强势的上升通道突破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上涨了。那我认为以太坊呢，也绝对有这个机会的，尤其我们在突破前高过后，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这种机会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可以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山寨币，比如说呢 Cardano， 我认为 Cardano 真的是走得很强势哦，今天直接拉 43%， 今天一天 43%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其实 Cardano 为什么今天可以拉 43% 呢？最重要的原因，我认为是突破了前面的高点，前面的高点大概在 0.45 0到 0.47 左右的这个高点。那突破之后就是往上拉一根，即使我们在做这种突破单的话，我们依然可以拿到20多%的利润，即使我们的仓位开的比较小，我认为这也是相当丰厚了。那如果我们再更往上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挑战到大概在上面一点吧，这个位置大概 0.6 左右的距离，其实离现在的价位也没有差很远那如果这里又再被突破的话，我认为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 0.7、0.78、0.8 左右的这个价位了。那其实以现在的价格呢，或者说强势的程度，我认为到这里是问题不大的，大概有一个 40% 的涨幅。那比特币其实要再涨 40% 不太可能嘛，但是山寨币的话确实是比较有机会的。那其实 Cardano
ADN 呢，也是我看了这么多山寨币过后发现很强势的一个。大家如果要做现货做合约，都会考虑一下这个币种。那再来我们看一下Polkadot， 就是波卡币。这个币种呢，它在过去也一样是走得很弱势的，不过呢，现在看起来是突破了一个头肩，而且突破的时候呢是带有量能的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，其实这个头肩呢走的是这样子，突破的时候就是最佳的入场时机点呐，就在这里突破的时候就是最佳的入场时机点。然后突破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当时也是带有量能的，巨大的量能。所以我认为这个突破它就是一个真突破。那其实你会说现在买还会不会玩呢？我认为还好。如果说Polkadot 它现在才刚刚爆出这种量能的话，那么现在买 Polkadot 是不会玩的，尤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距离这个前高点大概8块左右的价位吧，大概8块左右。那如果说我们真能突破我们在下方的这整个箱体的话，我相信 Polkadot 它往上呢，就是如果说我们能突破到9块，当然这个是比较夸张的一种情况，就是比较激进的、比较乐观的一种情况。如果说我们能突破9块5左右的这个距离呢，然后一直到我们下一个目标价位有70-80%的这种涨幅，我认为我们这一段真空区在通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定要好好把握住了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这个 Solana， 那 Solana 其实我们也是做过的，之前我们就是做了 Solana 的多单。我们之前做多单的方式呢是突破的时候，比如说突破前高的时候，那我们可以追进去。当然最好的价位是31、32左右了。那第二好呢，我认为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，大概在50块左右，50块突破，就等于说我们在这一段真空区，我们要好好把握住。那这段真空区大概是50到80左右，50到80。那你也可以发现，我们确实在这一段呢，除了中间一个比较小的回调之外，我们中间是走的非常的顺畅的。那我自己是只有吃到上涨的第一段，后面这段是后来就放掉，后来就去做了比特币、以太坊了。不过你可以看到呢，其实我认为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突破前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考虑加仓啊。当然，如果你原本持有仓位，可以考虑加仓。那如果我们想做的话，或许看你是什么样的激进程度了。但我自己认为，如果我们以77、80左右的这个目标价位的话，现在直接进场有点不太适合。但如果我们可以等一个回调的机会，当然如果没有就算了。但如果有的话，我自己也会考虑再重新做进去的，然后我们再重新拿回到77到80左右的目标价位。好，那我们分享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我已经做进去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雪崩 AVAX 的多单，那现在也是有产生了一些的利润，有产生了600多 U 的利润。那仓位价值开得很小了，其实我做山寨币都开得很小，因为它的波动可能很大，那可能很大，我很有可能被洗掉的情况之下，我觉得我们开杠杆低一点，仓位小一点，但是我们拿长线，这样我相信会比做短线快进快出会可能得到的利润更大。那我们可以观察，其实为什么我做 AVAX 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它突破了前高，而且刚刚突破。那我们在突破的时候呢，前一段的上涨呢也是带有量能的，所以我认为现在 AVAX 其实它的市值也来到前10了，其实大家可以发现，我复盘的这些币种呢，都不会复盘这种市值特别小的，因为市值特别小的，我认为就风险真的就太大了，我玩也是仅仅就是玩一些市值比较大的币种而已。那你可以看我们在拉盘的时候呢，量能开始起来了，然后我们突破前高了，那我认为突破前高就是一个不错的入场时机点，尤其我们如果又突破再更前面的这个前高，大概30块左右的话，其实27.8、28离30块也很接近哦。如果我们能突破这个价位的话，我们在上方呢就有好一大段的真空区。那这段真空区，我相信就很有可能会走得很快，尤其这边又有一个翻倍的实力，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值得我们提前布局的。说不定它接下来就走得更强势了。那如果说走得很弱势，碰到止损也没关系，我就好好出场就可以了。那当然做单的逻辑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在突破前高的时候呢，可以考虑入场，或者说它回踩的话，我也会考虑去加仓。那大概是这样的观点思路。那止损的话，可以先考虑放在这个点左右，就是回调的低点嘛。如果连这个低点都不见了，那至少从短期上看，我认为就没有再继续看多它的价值了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